大家好，我是基德。三体里面歌者文明丢了一张二向箔，瞬间毁灭太阳系。但现在呢，对于如何制造这个二向箔，科学家是毫无头绪的。不过今天我就要向农夫小姐们介绍一种现实世界存在的，根据理论可以在瞬间把地球变成一颗足球大小的全宇宙最危险的东西——奇异物质啊！而且科学家已经在实验室里把它制造出来了。所以说什么全球变暖、什么核冬天，那都是毛毛雨。地球表示毫无压力，奇异物质才是目前我们防止地球被毁灭的唯一可行方案。希望某些人不要再说什么人类的折腾对地球毫无影响了啊！说不定几十年后地球就被人类做没了呢。那么奇异物质到底是什么啊？这一切还要接着从中子星讲起。没看中子星的人先去补上一期。中子星那期说过，大质量恒星死的时候可能会引起超新星爆发，坍缩成中子星。2006年呢，我们发现了一次特别的超新星爆发，亮度超过正常值100倍，亮度的变化曲线跟以前也很不一样。更离谱的是，科学家在这次光谱中发现了130号以上的超级重元素，而目前人类在地球上用粒子加速器合成的最重元素才118号。加上这次这种反常的极端超新星爆发，科学家一共发现过3次，这是第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第二个，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19年新闻密集报道过一次著名的引力波观测。那次引力波是由一个26倍太阳质量黑洞和一个2.59倍太阳质量的天体相撞形成的，而在之前的报道里都说那个天体是一颗中子星。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虽然理论上中子星和黑洞的质量分界在3个太阳，2.59倍天体它符合中子星定义，但在实际观测里我们发现能确定的中子星质量其实都在2个太阳以下而黑洞都在5个太阳以上。那个2.59倍太阳的天体根本就不正常，它超过了一般中子星的上限，却又不是黑洞。问题来了，那到底是什么呢？宇宙中难道真的存在比中子星更加极端的天体吗？其实相关研究已经非常多了，06年北大和15年南大教授都分别发表论文指出，有2颗已知的中子星其实根本就不是，是装的，是假的。以上是第2个无法解释的现象。好，现在我们直接说结论。天体物理学家通过严格的量子力学计算认为，还存在一种理论上的天体——夸克星。回顾上一期，中子星强大的引力可以把电子压进质子里，形成中子和中微子。再回顾一下高中物理第4册第43页第8行，质子由2个上夸克和1个下夸克组成，而中子是2个下夸克1个上夸克。所以中子星电子压质子的那个过程，其实就是上夸克和下夸克互相转变的过程。就是把电子压进了上夸克嘛。这就是弱力的弱相互作用一种改变夸克种类的力，也是宇宙中第2弱的力。杨振宁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宇春不守恒。突击考试，宇宙中第1弱的力是什么？农夫小姐们可以把引力打在公屏上。那最强的力又是什么呢？大家把答案打在公屏上。好，最后再加上初中课本教过的电磁力，这下宇宙4种基本力大家都知道了课先上到这里，费用2个币。了解这些知识点后，我们再说回夸克星，它到底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中子星是因为引力太大，把电子压进夸克，最后只剩中子。如果这个引力再大呢？把中子也压散了，压出一个个夸克，行不行？我们知道中子和质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体内的夸克都被强力束缚着。强力有多强？这样说吧，你的质量只有 0.2% 来自于组成你的粒子的质量，也就是身上的夸克电子的质量，剩下的 99.8% 都是强力用来把夸克束缚起来的能量，以爱因斯坦智能方程体现出的质量。我记得有很多科幻小说都幻想过纯能量生命体，那你看人类 99.8% 的质量都来自于强力能量这还不够纯吗？一眼就鉴定为纯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对物质为什么会有质量感兴趣如果有的话，关注一下，我们下期宇宙学专门再讲。这时候你就要问了，哥哥，强力作为宇宙第1强大的力，真的可以把它打破吗？孩子，听过老头分家产的故事吗？虽然强力很强，但只要质量足够大，即使是最弱的引力也能聚沙成塔，最终打破强力束缚，让中子解体，形成纯由夸克构成的夸克星，甚至是全宇宙最危险的奇异物质。之前提中子简并压力的泡利不相容原理，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稀奇，不就是2个中子不能处于完全相同的位置吗？这里的所谓位置指的是量子化的能级，就像是一个小格子，越往上能量越大，一个格子只能放1个中子。你说这好像和宏观现实世界差不多吧？人又不能跟人重叠站在一起，你当玩网游呢？我这么跟你们解释吧，泡利不相容其实类似于一个箱子里不能放相同颜色的2个球。比如你有一个箱子，就只能放1个黑球放2个黑球放不进去。但如果你有6个颜色不一样的球那就都能一起放进去了，懂我意思吧？高级存储和宏观世界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呢，因为中子只有1种就像是只有黑球，所以你才会觉得这事儿没啥。但电子就有2种，自旋不同嘛，所以一个位置能放2个电子。夸克呢，既然有上夸克和下夸克，夸克星里面一个小格子自然就能放2个，质量大增。
但这里还有个问题啊，大家仔细想想，把中子拆开之后，上下夸克比例不是1:1啊，还剩一半下夸克，变成单身狗夸克，这怎么办？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夸克其实也并不是只有2种，而是6种，我们称为6位。这6位地黄丸又分为3代，第一代叫上下，第2代叫灿奇，第3代叫顶底。这里插个题外话啊，老师如果在课堂上放这个视频，可以往后跳过3秒。就第3代啊，这个美国人提的名字是有梗的，顶和底在英文里面叫 top 和 bottom 啊，点到为止。这6位里面呢，代数越大，质量越大，也越不稳定，所以大家日常的物质都是第一代夸克。说到这里，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来了，只要单身狗下夸克全部变成第2代奇夸克，那么综合起来不就是有上下奇3种夸克了吗？一个箱子全部塞进去，完美。虽然奇夸克需要更多能量才能稳定啊，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所有夸克都密密麻麻塞在最低能级的箱子里面，总体来看反而更节省能量。这样由一个奇夸克、一个上夸克和一个下夸克构成的物质就是奇异物质，奇异的奇就是奇夸克的奇。根据泡利不相容原理，这样的系统更加稳定。很多科学家都相信，充满夸克的夸克星会自动生成奇异物质，再转变成奇异星，最终形成的奇异星会比中子星密度更大。它是一个更重、旋转更快的全方位加强超级版中子星。那它到底奇异在哪里呢？奇异在它无以伦比的稳定性，以及由于稳定性带来的毁灭地球的力量。奇夸克不是想象出来的，科学家已经用大型粒子对撞机制造了所有6位地黄丸，但奇夸克太不稳定了，会在10⁻⁸次方秒内通过弱相互作用衰变成上夸克。根据泡利不相容原理啊，有2位科学家提出一个假说，认为由上下奇夸克组成的拉姆达粒子会更稳定一点，然后他们就试啊，结果发现实验室造出单个拉姆达粒子之后，会在10⁻10次方秒内衰变成中子或质子啊，更脆了，这怎么回事？科学家就推理，可能是拉姆达粒子不够多。奇夸克本身需要大量能量才能稳定，而奇夸克和上下夸克堆叠在一起又可以节省能量啊，这样节省的能量必然是随夸克总体数量变多而越来越多。那么当这种物质的数量超过某一个临界值的时候，节省的能量就会多于维持奇夸克稳定的能量，是吧？这时候一团奇异物质不就稳定存在了吗？那如果再多一点会怎么样？等奇异物质节省能量足够把周围其他物质中的某些夸克转变成奇夸克，又反过来增加奇异物质本身质量时，岂不是奇异物质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快的把其他物质转变成它自己啊？推着推着，奇异物质假说诞生了。根据这个理论，只要在地球上出现一滴足够大的奇异物质，几乎瞬间地球上所有物质都会变成奇异物质，地球最终会缩成一个足球大小，变成一颗微小的奇异星。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啊，但科学家曾经就把锂原子核里面的一个夸克转变成了奇夸克，结果发现这个质量变重的原子核体积居然缩小了19%。那如果我们造出的奇异物质足够多，整个地球会不会就以这种方式坍缩呢？自从粒子对撞机发明以来，科学家首先担心的就是这样高的能量会被制造出小型黑洞把地球吞噬。不过根据以前讲的霍金辐射，微型黑洞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蒸发，根本来不及稀物质长大，黑洞落幕，这就让奇异物质变成了目前最危险的物质。BBC 曾经拍了一个纪录片叫《世界末日》，讲各种末日的风险，超级火山爆发、陨石撞击、海啸什么的啊，人类都挺过来了，直到纽约一台粒子加速器制造出了奇异物质，地球瞬间毁灭。所以啊，还是要在这里警告一下农夫小姐们，奇异物质很危险，千万不要在家自制，实在忍不住可以造一个小黑洞什么的，相对比较安全。那么你以为这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吗？不，这一切都还是假说。天文学家更关心的始终是宇宙中的奇异物质和奇异星。我找到2020年一篇 Nature 论文，他就认为中子星内核可能已经坍缩成了奇异物质，因为根据他们计算，中子简并压力已经不足以支撑中子星的引力，而是奇异物质在阻止中子星变成黑洞。邪恶的农夫小姐此时懊悔不已。如果这篇论文成立，就说明奇异物质不能把周围物质转变成奇异物质，那它还毁灭毛线的地球啊！但正义的农夫小姐就很高兴，因为对科学家来说，中子星竟然有个奇异物质核啊，这才是更令人激动的事儿，好吧？这说明引力确实可以将物质分解成更小成分，验证我们的基本粒子模型。夸克有6位，如果引力可以把普通夸克变成奇夸克，那为什么不能再变成灿夸克啊？这样一个箱子就能塞4个，这样就能形成灿星，密度比奇异星再提高1/3。如果继续往死里塞呢？中子星能不能拥有一颗真正的6位地黄丸内核？这样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拥有6核处理器，
同时因为越往外引力越小，从而分布着5核、4核、3核、中子，最后是铁皮的超级夸克星球。还不够，继续加大引力，那么在这种星球的内核处，弱力会不会跟电磁力合二为一，变成电弱作用力？夸克被燃烧成电子、中微子这样的氢子，此时超级夸克星球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小，几百个地球的质量也只有不到1米的直径，而在其核心的最中心0.1米直径之内，会有一个氢子海洋，由中微子简并压力支撑星球。推理到这里，我们又发现它变得跟宇宙大爆炸最初的情况一致，在超过10的15次方开尔文的时间之初，氢子也许就这样诞生。我们在一个水晶球里制造了宇宙大爆炸，或许这才是资深天文学家一直寻找奇异性的动力吧。也许他们并不在乎是否毁灭世界，他们在乎的是我们能否在极大和极小的尺度里解开世界的终极谜题。在无垠宇宙中，我们总会感觉到渺小，然而宇宙的极大和极小间似乎总存在微妙的联系。100多万倍地球体积的太阳终会变成一个100多公里直径的白矮星，中子星更小，只有10多公里。如果奇异星存在，它直径只有几公里。这样一直探索下去，宇宙中还会不会存在直径1米的神奇天体？其核心将弱力和电磁力合并，在人类面前，它不再是庞然大物。然而它内心深处，那个由极小中微子支撑的方寸之地，却上演着宇宙大爆炸。宇宙从来都不只是巨星和银河，还是构成我们的夸克、中微子。无论黑洞还是奇异物质，它们都和人类有同样的组成。这期结尾本来我写的是傍夸克者不见天地之大，审诸外者不闻雷霆之声。想了想，也懒得跟大家继续上价值，大就是小，小就是大，明白了吗，朋友们？拜拜。